今天要聊的这件事，很多人一听就心里发怵，就是人走之后，这具肉身到底怎么处理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在网上在坊间一定听过不少玄乎的说法。有人说火葬场阴气重，遗体推进炉子还会哭，还会叹气，甚至突然坐起来。还有人说那是亡者心有不甘，魂还没走。我跟你讲，这些话传得越邪乎，越有人信。年轻人听风就是雨，心里怕得不得了。今天我就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给你们看个明明白白，告诉你们，这世上最吓人的从来不是鬼，是人心里那点疑神疑鬼。咱们要用科学的眼睛看现象，用佛法的智慧看本质。这件事你想透了，对死亡的恐惧至少能消掉一半。你们先想一想，如今的社会，人走了之后，大多数都送进火化炉。有很多人心里犯嘀咕，说火化太残忍，好端端的亲人，一把火就烧成灰，还要经那么高的温度，那不是折磨吗？尤其是有一位退休的殡仪师，人家见过大场面，退休之后把火化炉里的实情全抖了出来。这一抖不要紧，把好多家属吓得够呛。他说火化炉里的温度要烧到900摄氏度，甚至更高。你在炉子外面能听见里面呜呜的声音，就跟哭一样，还有叹气的声音。家属在门外一听，心都碎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道理简单的不得了，真的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。你们想一想，人活着靠什么？靠一口气。人虽然断气了，可是肺部胸腔里还存着没吐出来的气。炉子温度一高，热胀冷缩，懂不懂？胸腔里的气体受热膨胀，压力一大，它就要找出口。出口在哪？就是喉咙，就是声带。那股气猛冲过声带，呜的一下，听起来像叹气，又像呜咽。尤其是那些出车祸走的、溺水走的，身体里积的气更多，声音可能就更大。这完全是物理现象，跟鬼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。那不过身体里最后一点浊气在排空罢了。再讲诈尸那件事，也把很多人吓得不轻。监控里明明看见躺得好好的遗体，突然手脚抽搐，上半身猛地挺起来，好像要坐起来似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也不是死而复生。你们烧过鱿鱼没有？或者烧过麦秸秆？你看那个鱿鱼在火上，水分快速蒸发，肌肉经络就剧烈的收缩卷曲起来。咱们的身体说白了就是一块肉，高温之下肌肉一收缩，牵动骨头，手脚自然就动了，躯干也弯了。这就好比一件衣服缩水，它自然就皱了。所以一定要理性。火化之前，人家工作人员是很负责的，会反复检查生命体征，还会做好防爆措施。有的遗体腹部胀气，怕炉子里出问题，还得先做处理。这都是为了让逝者安稳上路，哪里是什么虐待。科学的道理讲完了，我再往深处说一说。你们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我们一听到火化就怕得不行？根子上的原因就一条，太把这个身体当成我了。佛法里讲，这个身体叫什么？叫臭皮囊。就像你租了一间房子，住了几十年，现在租期到了，你要搬家了。既然是搬家，你人都已经走了，这个旧房子是拆是烧，跟住户还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人想不通，非要守着尸体，觉得那是我的亲人。我告诉你，错了。
那不是你的亲人，那只是亲人穿过的一件旧衣服。火化这个过程看着是猛烈，要在几十分钟里把100多斤的身体烧成一小堆骨灰，但这其实也是一种成全。什么是成全？你想想，要是不烧，留着它慢慢腐烂，肉体流脓发臭，那要拖几个月甚至更久，那才叫真的难看，那才叫真的痛苦。一把火烧干净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这反而是一种解脱。现在的火化技术已经很发达了，为了体面，还有专门的入殓师给逝者刮胡子、修眉毛、化妆，甚至车祸受损的还要缝合填充，尽量还原他生前的样子。这是生者对逝者的敬意，是好事。但是不管外表收拾得多体面，进了炉子，最后出来就是一个小盒子。这个小盒子在提醒我们什么？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你生前再风光，金山银山，名利地位，最后能带走哪一样？这副身体你都带不走，哪怕你活着的时候是个大胖子，100多斤重，烧完了，骨灰只剩下3斤多点，剩下的那是什么？那是无机物，那是带不走的尘埃。所以看完火化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应当醒一醒。既然身体最后都是一把灰，你这辈子拼命保养它、装饰它，甚至为它去造业、去害人，值不值得？这第一关，我先帮你把对身体的那点执着打破。这一关过不了，后面的道理你听不进去。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：既然火化这么干净利落，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非要讲究入土为安？土葬和火葬到底哪个更合天道，哪个更合因果？这里头的学问大得很啊。我知道现在有好多上了岁数的人心里有个结，总觉得哎呀烧了太疼了，太惨了，我还是想土葬，入土为安嘛。入土为安这4个字把你们的魂勾了几千年，可我告诉你，今天咱们要把这4个字掰开揉碎，好好看一看，这个时代到底是土葬好还是火葬好？这不单是风俗问题，这是良心葬。你们以为土葬就是躺在棺材里安安静静睡觉吗？错了，那个过程，我要是给你们讲细了，你们可能把刚吃的饭都吐出来。但我还是要讲，为的是破除你们的执着。我前面说，火化是把遗体在烈火里瞬间净化，那土葬呢，是把腐烂这2个字演绎到底。人一断气，身体就开始变冷，每小时下降几度，个把钟头就跟冰块一样了。接着是僵硬，肌肉锁死，嘴张不开，头转不动，这还只是开始。如果选土葬，身体在地底下慢慢烂成一堆白骨，要多久？1个月，甚至更长时间。在这个过程里，那口棺材里不是太平盛世，那是细菌的乐园。为了逝者害了活人，这笔账划不来。什么是慈悲？慈悲就是给活着的人添麻烦，不给子孙后代造业。你们晓不晓得？人虽然没了，但他身体里带的那些病菌病毒没那么容易死。有些病毒在尸体里还能活好些天。你想想，土葬之后，那些病菌带着腐烂的液体渗到土里，渗到地下水里，是不是就污染了环境？还有人为了让尸体不烂，打防腐液，那个防腐液里有重金属，什么汞啊、砷啊，埋进地里，那就是给土地下毒。如果有一天你的重孙喝的水被你这个老祖宗的尸体污染了，你这个入土为安，安得了吗？
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相比之下，火葬看着猛烈，但把细菌病毒一锅端，烧得干干净净，这是对活人负责，也是对自己负责。再从大局讲一讲，古代人扫地多，随便找个山头埋了也就埋了。现在呢，人口爆炸，咱们传统风水讲究坟地要选水草丰茂的地方。哎呀，你们要想一想，水草丰茂的地方，那也是最适合种庄稼的地方啊。如果大家都去占一块地，土葬活人的粮食从哪来？活人的房子往哪盖？那佛法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佛经里讲得很清楚，死亡只是这一期生命的结束。咱们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临时凑起来的，骨头是地大，血液是水大，体温是火大，呼吸是风大。人一死，四大分离，不管你烧成灰还是埋进土，最后的结果都一样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那个真正的灵性，那个神识早就走了。就像司机下了车，你还非要对着那辆废车磕头，还给他盖个豪华车库，那不是傻吗？所以说，土葬也好，火葬也好，只要是恭敬的，是让逝者体面尊严的离开，都是好的。但我更偏向火葬。为什么？因为干净、环保、执着。身体既然留不住，不如把它痛痛快快还给大自然。把土地留给后人种粮食、种花草，这也是你死后的一份功德。这叫布施，把你最后一点占据空间的机会都布施出去。讲到这儿，身体怎么处理，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，别在皮囊上较劲了。这个身子是假的，是暂时的，但有一个东西是真的，是会延续，就是我刚才提的那口气，那个灵，那个神识。人死了，身体会烂，神识去了哪里？这里好多人就有一个大误区。什么误区？就是那句老话，人死如灯灭。很多受现代教育的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觉得这话很潇洒。人死了吗？吧嗒一下，跟关灯一样，两眼一黑，啥都没了，一了百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叫断见，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看法。如果人死真如灯灭，那我们就不用修行了，也不用讲道德了。活着干坏事也没报应，反正死了就没了，是不是？可是真实的生命不是这样，生命不是那一盏灯，生命是一股气，一股转个不停的电流。身体坏了，那个神识还在不在？当然在，他要去找下一个灯泡来续上。我不跟你们讲大道理，咱们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。这个故事不是神话，不是小说，是发生在农村的一件真事。有一位老太太去世了，按农村老规矩，人在家里停尸3天，守灵尽孝。到了第3天晚上，夜深人静，大家都在那儿守着，昏昏欲睡。灵棚里点着长明灯，光线忽明忽暗。突然有个守灵的人眼睛尖，看见老太太脸上盖的那张黄纸在动，起初以为是风吹的，农村晚上风大嘛。可是看着看着不对劲了，那张纸一起一伏，很有规律，就像底下有鼻子在出气。这个人吓得汗毛全竖起来了，拔腿往屋里跑，把大伙都喊了出来。大家壮着胆子把纸一揭开，哎呦，那原本身体冰凉的老太太真的在喘气。没过一会儿，老太太眼睛睁开了，活过来了。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回光返照，或者说死而复生。老太太醒来第一句话是啥？水，给我水。咚咕咚，喝了一肚子水。
这一回老太太又活了30多年才真正去世。在这几年里，她给家人讲了那3天她到底去了哪里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你们仔细听，这里头全是生命的秘密。她说她感觉自己去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天是灰的，没有太阳，也没有云彩，灰蒙蒙一片，怎么走都看不到头。她见到了一些亲人，那些早就去世的爷爷奶奶、爹妈，她都看见了。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细节，她看见的亲人都变小了，住的房子也变小了，不像咱们烧的纸房子那么大，都是矮矮小小。她说自己的2条腿不听使唤，就这么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也不知道要去哪，就是停不下来。路上有人看她，但没人理她。她渴得要命，跟路人要水喝，没人给。那些亲人也面无表情看着她，一句话不说。最后她实在太渴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一激灵就醒过来了。你们听完这故事，可能觉得这就是老太太做了一场噩梦。不对，用佛法和生命科学的道理来解释这里头几条现象，条条都对得上号。第一，为什么不由自主地走？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讲的业力之风。人死后，身体没了，那个灵魂就像一片羽毛。你生前做的好事坏事，养成的那些习惯，就形成了一股风。这股风吹着你走，你想停都停不下来。如果你这辈子是个忙忙碌碌停不下来的劳碌命，死后那个神识也是慌慌张张到处乱跑的。第二，为什么会渴？佛经里说，这一段时期叫中阴身。一个人生前贪念重，或者死的时候很痛苦、很执着，他很容易靠近恶鬼道的边缘。恶鬼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渴，喉咙细得像针，肚子大得像鼓，永远喝不到水。老太太在那边拼命要水喝，说明她那一刻的心境就落在贪恋和匮乏的境界里。第三，为什么人变小了，天是灰的，心量决定境界？阴间没有太阳，因为太阳是阳气，阴间是纯阴之气。人死后少了肉眼的障碍，进入纯精神的世界。为什么看到的房子小人小？因为那是他自己心里的投影。咱们活着的时候心胸狭窄，斤斤计较，死后你看到的世界就是又窄又小的。所以我常劝你们，做人要大气一点，心量大一点，不只是活着舒服，也是为了死后那个世界能宽敞一点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铁的事实，生命没有结束，只是换了一种形态。佛法讲6道轮回，不是为了吓唬你们。佛经里讲，有情轮回6道生，犹如车轮无始终。这个生命就像车轮子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前世决定今世，今世决定来世。你这辈子做的事，想的念头，最后那一刻心里念的是什么？那个业力就会像磁铁一样，把你吸到对应的道里去。你说真师，我不信，我看不到。你看不到空气，你还要不要呼吸？你看不到 WiFi 信号，你手机能不能上网？这个因果业力就是宇宙间的那个信号，它精准得很，从来不会连错线。讲到这里，你们应该明白了。老太太虽然回来了，那是极少数，更多的人去了，就得接受审判。你们以为审判是阎王爷拿着金堂木在拍桌子？嘿嘿，那是表象，真正的审判比那个更精彩，也更残酷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更劲爆的故事，就是一个和尚死了7天后的见闻。这个故事会告诉你们，
为什么穿袈裟的大法师下了地狱，而那个老老实实念经的笨和尚升了天？这里头的规矩跟你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你们平常去寺庙烧香，看到那些穿袈裟敲木鱼的师傅，是不是觉得他们肯定没问题的？死后肯定往生极乐，或者成佛做主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们一句老话，地狱门前僧道多。这句话不是我编的，是古人总结出来的血泪教训。穿了那身衣服，不代表你的心就干净了。有时候懂得多，名气大，反而更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慢，因为贪念。这一章咱们就来讲一个实打实的例子。这是北魏时期的一个公案，主角叫慧宁和尚，他在阴间7日游带回来的这封阎王判决书，把当时的皇帝和太后都吓得不轻。你们竖起耳朵听，这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一记警钟。故事发生在北魏孝明帝的时候，洛阳有个崇祯寺，寺里有个叫慧宁的和尚，这个人平时好端端的，突然有一天暴毙了，死了7天，大伙都准备埋了。嘿，他又活过来了。醒来以后，他出了一身冷汗，说：我没死成，是被阎王爷抓去旁听了一场审判，原来抓错人了。阎王爷特意让我把看到的带回来，告诉世人。他都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阎王爷审了5个和尚，这5个人的结局跟他们在阳间的名气完全是反着来的。先上来的是2个没啥名气的和尚，一个叫道品，一个叫智胜。这就好比现在寺庙角落里默默无闻的小师傅。道品和尚这辈子没别的本事，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40卷大般涅盘经。智胜和尚呢，一生坚持打坐修禅，刻苦得很，也不爱出去应酬。阎王爷怎么判的？阎王爷一看生死簿，点点头说：好，你们修的是真功夫。大手一挥，判他们直接转生天人道。道品去光阴天享福，智胜去兜率天享福。这时候鬼卒就领着他们走了。道品进了一扇发白光的门，智胜进了一扇发金光的门，那是光明大道。你们看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修行不是演戏，不是给别人看。你心里有没有佛？功夫下没下到位，骗得了人，骗不了天。这2个人虽然笨，但是心诚，所以有好报。接下来的可吓人了，上来一个叫谭魔醉的和尚，这名字听着就霸气。他在阳间可是个网红法师，他擅长讲经，什么涅盘经、华严经，讲得头头是道。每次开讲，那是人山人海，成百上千的信众给他鼓掌，把他捧上了天。他以为阎王爷肯定要给他 VIP 待遇，结果阎王爷冷笑一声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：你讲经是讲得好，但你是为了显摆。阎王说：你们这种人，我慢之心最重，表面上讲佛理，心里想的全是你们，谁都不如我，傲气冲天。这叫修行吗？这叫做秀。阎王爷让他现场坐禅诵经，结果他哆哆嗦嗦说，平生只喜欢讲，不喜欢修，实修一窍不通。判决下来了，阿修罗道。鬼卒把他拉进一扇血红色的大门。为什么是阿修罗？因为阿修罗好斗，嗔恨心重。你喜欢争强好胜，那就去那边争个够。再下一个叫道红，这人一上来就喜滋滋的邀功：阎王爷，我在阳间可做了大好事，
我教化了一家人世代信佛，我还筹款造了4尊金灿灿的大佛像，这功德够大了吧？怎么也得让我上天吧？阎王爷本不想多说，出家人本分是修心。你虽然造像教化，但你动机不纯，你是为了让人家供养你，为了敛财，借着佛祖的名义做生意，这叫啥？这叫吃佛饭，穿佛衣，赖佛地，判决恶鬼道，直接拖进莫兰社的大门。你想吃，你想贪，那就让你去恶鬼道，永远吃不饱，永远喉咙冒火，最后一个最惨，是被拖上来，满身是血，哀嚎不止。这和尚叫宝明，出家前是个太守，当官。他在堂下大喊冤枉，我虽然没怎么修行，但我带头见了林觉士，我也天天拜佛啊，为什么打我打得这么狠？阎王爷拍案大怒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建寺庙的钱哪来的？那是你当官的时候收刮的民脂民膏，多少百姓因为你家破人亡，你拿脏钱给佛祖盖房子，你以为佛祖会保佑你？这就叫伪善，这是最坏的恶判决。阿鼻地狱受苦千劫，直接扔进黑漆漆的门里，连看都不敢看一眼。故事讲完了，你们听懂了吗？这个慧宁和尚还阳以后，把这事一说，整个洛阳城的风气都变了，连胡太后都吓坏了，下令严禁和尚借机敛财。我再给你们讲讲这里头的道理。第一，修行不在嘴皮子上，在心地上。那个讲经的大法师，就像现在很多专家学者说的天花乱坠，自己做不到，那就是骗子。那个造佛像的和尚，就像现在搞形式主义的铺张浪费，心里想的是名利。第二，因果不论身份，不管你是大和尚还是达官贵人，阎王爷那里没有后门，你的心是黑是白，那个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。第三，最大的功德是清净心。你看那2个笨和尚啥也不会，就守住了一颗清净心，结果最好。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学佛就是要搞多大的排场，捐多少钱，没那个必要。心如果不善，你就是把金山银山搬到庙里，也是造业。好了，反面教材讲完了，把大家吓得够呛，我也不能光吓唬你们。其实要想往生到好地方也没那么难，只要你路子走对了，哪怕是个在家的普通居士，哪怕就是个老头子，也能去那个传说中最美好的地方极乐世界。接下来这一章给你们讲个正面案例，这不是乡野传说，这是台湾大学一位教授记录的一位朋友讲他父亲的真事。这故事听完，你们心里的石头就能落下一半。故事的主角叫慧尊居士，他生前是个读书人，喜欢金石书画。到了50岁以后，他看透了世态炎凉，觉得人心坏了，要想救人心，还得靠佛法。于是他把那些俗事都扔了，专门研究佛学，还办念佛社。他不图名图利，就是想劝人向善。到了63岁那年的秋天，考验来了，他得了一个怪病，不停地呕吐，吃不下睡不着，被折腾得够呛。这在佛法里叫消业，走之前要把身体里的脏东西排一排。虽然身体痛苦，但他心定，念也定。临走的时候，周围的朋友都在帮他念佛，他在念佛声里安详地断了气，脉搏停了，呼吸没了。经过医生检查，确实是走了，家人都开始准备棺材了。按规矩，过了24小时不能动遗体，
大家就在那守着念佛，过了大概10个钟头，甚至12个钟头，突然守灵的人看见老爷子的眼睛微微张开了，嘴唇也在动，大家吓了一跳，凑过去一听，哎呦，他在念佛，声音虽然小，但清清楚楚。又过了半小时，他竟然开口叫儿子的名字，眼神也亮了，那种病态的死灰色完全没了，脸上甚至有了光彩。更神的是，他饿了10多天没吃东西的人，醒来一口气喝了2大碗稀粥。而且大家注意听这个细节，他原本像霜一样的白头发，后来竟然慢慢全都变黑了，整个人的精神好得不得了，身上的病痛全没了。这不是神话，这是发生在现代社会的真实故事。老爷子醒来后，给家里人讲了他这12个小时的经历。这段描述跟刚才那个下地狱的故事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。他说他刚走的时候，确实感觉身体还在难受，恍惚之间来了一位长者，端给他一杯热汤，叫地浆。长者告诉他，喝了这个你的病就好。他一喝下去，哎呀，那个舒服，所有的痛苦瞬间烟消云散。接着长者带他去了一个地方，那地方美啊，视野开阔，花木茂密，五色缤纷，到处都是亭台楼阁，隐没在花海里，处处香气扑鼻。那个香不是人间的香水味，是让人心神安宁的香。走过一座白石栏杆的曲桥，桥下盛开着繁密的莲花。最后他进了一座大殿，中间坐着一位尊者，可能是佛菩萨正在讲法，周围围坐着好多善人，大家都在安安静静的听。他也跟着听了一会儿，心里那个法喜充满，都不想走了。但这时候又来了一位长者，跟他说，你还应该回去，等你把你该做的事做完了再来。他就这么一醒回来了。这位慧尊居士后来又活了12年，身体比以前还棒，到处劝人行善，最后再一次安详的走。我们要琢磨一下，这里头的道理到底在哪儿？上一个故事里，那个大和尚讲经说法，名气那么大，为什么下地狱？因为他心不清净，有贪图，有傲慢。这个故事里的慧尊居士就是个普通老头，为什么能去极乐世界喝仙汤？因为他心无挂碍。你们要晓得，去极乐世界不需要买门票，也不需要你是 VIP 会员，唯一的通行证就是你的那颗心。第一，平时要修善。慧尊居士生前就劝人向善，心里装着众生，这叫积福。第二，临终要正念。他死的时候虽然身体痛，但他还在念佛，心里没有乱。第三，要信得真。他醒来后白发变黑，这就是佛力加持的证明，是给他家里人，也是给世人看的证据。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觉得极乐世界是迷信，我告诉你们，从科学角度讲，那叫高维度的生命空间，就像蚂蚁理解不了人类的大厦花园一样，我们在三维空间理解不了那个更高维度的世界，但那个世界是存在的。那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生老病死，只有纯净的意识和能量。那个地浆其实就是一种高能量的加持，把你在人世间沾染的污浊之气一下子洗干净了。讲到这儿，你们应该明白了，人死后不只有阴森森的阴间，还有光明的净土。去哪里？
完全是你自己选的。你是想去那个灰蒙蒙只能喝西北风的阴间，还是想去那个鸟语花香莲花盛开的极乐世界？这个选择权就在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里。不过既然提到了阴间，很多人还是好奇，真师如果不信佛，没去成极乐世界，去了阴间，那日子到底怎么过？是不是跟阳间一样，也要打工，也要吃饭，也要睡觉？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，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法则。想不想知道阴间的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？阴间到底长什么样？很多人一听阴间就害怕，觉得那是阎王爷用来酷刑折磨人的地方。其实你们错了，阴间不是刑场，阴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投影厅。你在那里看到的一切，不管是恐怖的还是凄凉的，都是你内心的投影。首先，咱们得把阴间这个概念在佛法里定个位，它其实就是六道轮回里的恶鬼道。但也别听到鬼就觉得青面獠牙，其实他们也是一类众生，也有他们的社会结构，也有贫富差距，甚至也有他们的通货膨胀。阴间的时间与寿命跟咱们这里完全不同。你们在阳间觉得时间过得快，一天忙忙叨叨就过去了，但在阴间那个时间感是不一样的。佛经里讲，鬼道的1个月相当于人间的一天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边的日子过得很慢，很漫长，而且他们的寿命极长。短命的鬼能活1000岁，长命的鬼能活10000岁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在那边受苦，那个苦可是漫漫无绝期的。所以佛经里为什么叫我们要出离轮回？因为一旦掉进那个坑里，想爬出来，时间成本太高了。阴间的贫富差距也大得很。你们祭祀的每一张纸都有用。很多人问真师，我给去世的父母烧纸钱，他们真的能收到吗？还是我在自我安慰？我告诉你们，真有用。在那个世界也有阶级，也有贫富。按佛经顺正理论的说法，鬼分3种，多财鬼。就像人间的大富翁，为什么富？因为有人祭祀，子孙孝顺，经常供奉，他们在那边就衣食无缺，甚至受人尊崇，像个小神仙一样。少财鬼有一顿没一顿，祭祀的少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无财鬼就是没人管的孤魂野鬼，居无定所，肚子饿得要命，却吃不到东西。所以你们逢年过节给祖先烧点纸，供点饭，对于他们来说，那就是实打实的汇款单和救济粮。这是慈悲，也是孝道。那边的生活习惯跟咱们阳间是反着来的。你们供在那里的鸡鸭鱼肉，鬼真的来吃了吗？肉明明还在盘子里嘛。要注意，他们吃的是气，是味道，这叫触食和嗅食。他们闻一闻那个香气，精气神就被吸走了。不信你们做个实验，夏天的时候做2碗一样的红烧肉，1碗供过祖先，1碗没供过，你会发现供过的那碗坏得特别快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的气被吸走了，剩下的只是个渣子。阴间也不需要像咱们要睡8个小时，他们就是闭目养神，稍微眯一下就算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没有太阳，永远是昏沉沉的，本来就跟半梦半醒差不多。也有街道，也有小店，卖点杂货饮食，但是没有咱们这边这么豪华的大楼、大公司。那里的一切都显得萧条低矮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阴气所聚。
没有生机勃勃的阳气支撑。为什么阴间没有太阳？这就要讲到核心理论了，为心所造。为什么那个死而复生的老太太说阴间的天是灰的，看不到太阳？因为太阳代表阳气，代表光明和温暖。一个人死了，如果去了阴间，说明他心里的贪嗔痴还没断，心里的那盏灯灭了，心头没有光，外面的世界自然就没有太阳。你在那里看到的每一个景象，其实都是你生前习气的回放。你生前喜欢算计，那里的人就冷漠；你生前喜欢布施，那你就会有善人帮你。所以阴间就是你内心世界的投影厅，屏幕上放什么电影，全是你自己生前拍好的胶卷。说到这，肯定有人急了，真师，万一我到了那边不想受苦，还有没有机会补救？能不能弯道超车去极乐世界？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慈悲就慈悲在这里。释迦牟尼佛早就给咱们留了后门，叫3倍往生。不管你是什么根器，只要你最后这一念转过来，都能走。我给你们总结成简单的3句话。第一，上辈往生，这是给真修行人准备的。你得舍弃家业，甚至出家或者新出家，发大菩提心，一门心思念佛。这种人走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亲自来接，坐着金莲花，风风光光的走，一去就是大智慧、大神通。第二，中辈往生，这是给大多数在家居士准备。你虽然没出家，但你平时做好事，盖庙、修路、斋戒、挂灯、烧香，关键是你要把这些功德的福报全部回向给极乐世界。这种人走的时候，也能看见佛的化身来接应。虽然品位比上辈低一点，但也是只有快乐，没有痛苦。第三，下辈往生，这个最关键。这是给那些平时没怎么修功德，甚至临到终了才醒悟的人准备的。你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，只要你发心，我要去极乐世界，哪怕只是念10声阿弥陀佛，心里真信，没有怀疑，临终的时候，你会像做梦一样见到佛，迷迷糊糊就被带走了。虽然去了以后要在莲花里多待一阵子，但终究是脱离轮回了。听懂了吗？不管是阴间的生活指南，还是往生的3张门票，道理只有一个：一切唯心造。你想去好地方，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开始修这颗心，不是等你躺在棺材里了再修，那时候就来不及了。那时候你就只能等着儿孙给你烧纸钱了。那么具体在生活中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每天该怎么修？是不是非要天天打坐、敲木鱼才叫修行？当然不是。真正的修行就在你吃饭、睡觉、上班、待人接物的一念之间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们一套保姆级的实操方法，还要告诉你们一个积攒无量福报的终极秘密。前面讲了那么多生生死死、神神鬼鬼的故事，讲火化炉是为了破你们对身体的执，讲阴间地狱是为了破你们对因果的迷，但这都不是目的。我讲课从来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，目的是什么？是制度。而且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最好的修行根本不在深山老林里，它就藏在这2个字：立誓。很多人问我，真师，我想修行，是不是要辞职去庙里？是不是要抛弃妻儿去打坐？哎呀，那是逃避，那不叫修行。真正的修行叫立誓练心，就在你那个乱糟糟的办公室里，
就在你那个锅碗瓢盆的厨房里。咱们刚才讲了，人死后去哪里，全看最后那一念。那你平时如果不练临终那一刻那么痛那么乱，你怎么可能守得住？怎么练？我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叫看念头。你们的心现在像个猴子一样，心猿意马，一会儿想吃火锅，一会儿想那个讨厌的同事，一会儿担心明天的房贷，这叫散乱。每天抽出10分钟，什么都不干，把手机关了，坐着发呆。不是真发呆，是看着你自己都在想什么。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哎呀，刚才那个人骂我真气人，你就看着这个念头，对自己说，哦，我生气了，不要跟着他跑，不要去想怎么骂回去，就像看天上的云彩一样，看着它飘过来，看着它飘过去，这就叫觉知。你能看到自己在生气，气就消了一半；你能看到自己在贪心，贪就少了一半。这就叫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第二，进阶实操，怎么念佛才有效？刚才讲了，念佛能往生极乐，但很多人念了一辈子，喉咙都念破了，最后还是去了阴间。为什么？因为嘴念心不念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真正的念佛是念这个心。你们看汉字这个念字，上面是个金，下面是个心，意思就是今心当下的这一颗心。别贪多，不要规定自己一天必须念1万遍，那是赶任务，心里全是急躁。要听音念，念阿弥陀佛，或者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耳朵要听自己嘴巴发出的声音，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个声音的震动上。当你心里烦得要死，想发火的时候，立刻停下来，在心里默念3声佛号，用这句佛号把那个妄想打断。这一句佛号就是你心灵的吸尘器，把心里的灰尘吸干净了，你自然就清净。第三，生活禅，洗碗扫地都是道。再给你们讲个最落地的。很多人觉得做家务是苦差事，是浪费生命。错，那是最好的禅修道场。你在洗碗的时候，能不能只洗碗，手摸到盘子的滑腻，水冲过手背的温度，洗洁精的味道，你的心就完全放在这个洗碗的动作上。不要去想，哎呀，我老公怎么不干活？哎呀，孩子作业还没写。这叫戒禁修心。把洗碗当成是给佛洗澡，把扫地当成是扫除心里的垃圾。你把这一碗洗干净了，心里就亮堂1分。如果你能这样生活，那你吃饭睡觉走路无时无刻不在修行，这就叫平常心是道。第四是终极奥义，最好的修行是利他。最后我要把那个谜底揭开了。所有的修行修到最后，如果只为了自己成佛，自己上天，那是小乘，那是自私。真正的大智慧，最好的风水只有2个字，利他。为什么？刚才那个教授的父亲能去极乐世界，因为他办念佛社，救度众生。为什么那个当官的和尚下了地狱？因为他搜刮民脂民膏，只有利己。宇宙有个天条叫反作用力，你发出去的每一个善念，最后都会弹回到你自己身上。你帮别人省了1分钱，老天会给你存1份福；你帮别人解开了一个心结，老天会给你消1份业。所以利他本质上就是最高级的利己。好了，今天我也啰嗦了这么久，我知道你们年轻人记性不好，听完可能又还给我了。来，我最后再给你们画个重点，这几条一定要时时记住。
第一，关于身体，别执着，火化也好，土葬也好，那只是一件破旧的衣服，别为了这件破衣服去争地皮，去污染环境，那是给儿孙造孽。第二，关于死亡，别害怕，死不是灯灭，是搬家。你这辈子的习惯业力，决定了你下辈子搬去哪里。第三，关于去向，别侥幸，阴间是心里的投影，极乐世界是清净心的感召。地狱门前看身份，只看良心。第四，关于修行，别等待，不要等老了再修，就从现在开始，洗碗的时候专心洗碗，生气的时候看着念头。最后，我要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今天我讲这些，不是为了吓唬你们，也不是为了搞封建迷信，我是真心希望，在这个浮躁的、充满戾气的社会里，大家的心能安下来。佛法讲，自未得度，先度人者。菩萨发心，你自己还没完全明白，但你愿意把这些道理分享给别人，这就是菩萨心肠。你们想想，你的朋友圈里有多少人还在为生老病死恐惧？有多少人还在为了名利不择手段？如果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，或者分享给你的家人群，也许就是因为你这一转，你的一位亲戚突然看开了，跟子女争遗产，也许你的一位朋友看完突然放下，对去世亲人的执念不再痛苦了。这就叫度人一念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救人心一念，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。因为你的这个举动，世间少了一份怨气，多了一份祥和，这份福报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上。各位朋友，修行路漫漫，我们结伴而行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这堂生死大课讲到了你的心坎里，如果你觉得这些道理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，请动动你的手指，给视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这不光是对我的支持，更是在为你自己积福。我希望你们在评论区里不要发别的，就留下2个字：善念。或者写下一句为家人祈福的话，让我们几万几十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巨大的正能量磁场。在这个磁场里，你也好，我也好，大家都能平安喜乐，60吉祥。好了，今天的龙门阵就摆到这儿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